半夜去厕所，马桶里总会出现没有冲的尿，但主人每次上完厕所都会随手冲马桶，而且家里就他一个人，这就很诡异了。房子呢还是租的，才住进来半年而已，当时的租金还很便宜，证家里真的有别的东西。主人现在怕得很，半夜都不敢上厕所，只能憋到天亮。天亮后来到厕所，又出现了没有冲的尿，看尿的颜色，这东西啊还有点上火。主人决定豁出去了，在厕所安装了监控，终于找到了罪魁祸首，竟然是他家的猫。猫难道会上厕所？主人说等它上厕所你就知道了。等了好久，猫咪都没有要上厕所的意思，倒是主人来了尿意，刚来到厕所，猫咪就跟了过来，直接跳上了马桶，像人一样蹲在那里开始释放，表情十分严肃。主人还说自己从来没有训练过它，那它为啥会在马桶上厕所？专家说猫喜欢模仿主人的行为，如果你们关系很好，猫会表现得像人一样，以此来得到更多喜爱，这样一来就说得通了。小猫就是主人收养的流浪猫，之前主人上厕所，猫就会蹲在厕所里仔细观察，现在呢，如果厕所门关了，猫还会叫个不停。为了方便它上厕所，主人决定以后就不关厕所门了，如果它能冲马桶的话就更好了。无独有偶，下面这件灵异事件也和猫有关。这个健身器材会自己运动，周围没有人，也没有一丝风，它却持续摆动了30分钟，仿佛有人在上面锻炼一样。旁边还经常出现一只黑猫，黑猫死死地盯着健身器材，器材一动，黑猫就叫，看起来非常瘆人。诡异的现象一直持续到清晨，虽然漫步机已经停止了摆动，但手臂健身器又开始自己转圈，周围依旧没人，也没风。工作人员壮着胆子来到旁边，突然就感到一阵寒意袭来，健身器依然我行我素，转个不停。很明显啊，这鬼不怕生。有个工作人员不信邪，直接站上器材运动起来，一切都很正常。等他下来后，器材竟然持续摆动了1小时，难道一切都是因为惯性的原因？之前的小姐姐半信半疑的站上器材运动起来真的好丝滑。节目组又把手臂健身器做了个对比，用相同力气转动健身器，这个问题器材比其他的整整多转了半个小时。这时公园的管理员大爷来了，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，这是前几天新安装的，涂抹了过量的润滑油，所以比较丝滑，只要轻轻一晃就可以持续摆动很久，并不是什么超自然现象。健身器材很可能就是这只黑猫晃动的，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。然而下面这家发生的事就多少有点诡异了。他在墙上不能挂任何小孩的照片，只要一挂上就会被墙壁震掉，就好像里面有人在敲墙。每过5分钟，墙里还会发出奇怪的声音，小孩每天都会被吓哭。最近还变得越来越离谱，不仅墙会响，地板也开始震动，尤其到了晚上，声音更夸张，弄得一家人都无法睡觉，甚至到了只有吃药才能睡觉的地步。主人说已经有3年没能好好睡觉了，他们把家里能发出声音的设备都拆了，声音依然没有停止。奇怪的是，邻居家却从来没有听过这种声音。邻居怀疑会不会墙里藏了什么东西，因为实在找不到原因，他们不得不往那方面想。工作人员趴在墙上等待声音出现。뭐야 이거 뭐야? 声音远比想象的大，节目组猜测会不会是建筑工地的声音，但他家附近并没有施工现场，锅炉和水箱也检查过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就在这时，专家发现楼下的水表管道有问题，一旦过水，水管就会震动。专家关闭了水管，果然声音都没再出现。接着再次打开水管，声音再次出现。专家解释说，声音就是水压造成的，水压冲击使得管道震动，然后又引起了墙壁震动，进而产生了声音。随后改装了管道，一切恢复了正常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这匹马会用嘴开锁，打开门就去找女朋友约会。只见他对着门锁舔了几下，用鼻子向上轻轻一拱，锁就被打开了，熟练的拨开门栓，潇洒的走了出去。旁边的马都看呆了，兄弟你是人是马？他自顾自的来到仓库吃独食，但很快就被主人发现了，再次关了回去。主人起初以为门坏了，检查后发现一切正常。为了防止他再次越狱，主人在门上加了2把锁，最终呢还是被他打开了。主人下了血本，换上了1把新锁，还给他做了丰盛的营养餐，就想让他好好待在马圈里。等主人走后，马儿又开始研究起了新锁，看着确实高级了不少。让我想一想啊，研究了半天，还真把他难住了，气得他躺在地上打滚。一番发泄之后，很快冷静下来，决定再次尝试，又是拱又是舔，很快就拨开了卡扣，大门又被打开了。他炫耀似的叫了起来，想关我是不可能的。主人想不明白，马圈里有吃有喝，他为啥每天执着于开锁呢？主人决定跟踪他，想看看他每天跑出去到底在做什么。只见他一路小跑，来到了另一座马场，一匹母马早已等候多时，原来这就是他每天约会的女朋友。2只马开心的一起吃草，他还会把嫩草留给女朋友吃，着实给主人撒了一波马粮。主人说他们之前就是一对儿，后来由于马场扩建分开了，没想到马儿对待感情这么专一，主人感动坏了，决定成全他们，让他俩待在了一起。然而下面这匹马看不下去了，他也要来撒一波马粮。这匹马的女朋友是一只黑山羊，他们在一起3年了，彼此真心相爱，这让其他马儿都羡慕不已。看着高大威猛的男友，小羊眼神里满是崇拜，马儿对小羊也是宠爱有加，吃饭会把自己最爱的胡萝卜留给小羊吃，
如果有陌生人靠近，马儿会把小羊护在身后，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它。他们每天形影不离，马儿去哪里，羊就跟到哪里。如果没有小羊的陪伴，马儿训练时就会发脾气，一点都不配合。主人只能把小羊带到马儿身边，听到小羊的叫声，马儿瞬间安静下来，开心的配合训练。马儿在下面游泳，小羊就在上面紧紧跟着，还一直咩咩的叫着加油。由于女友的支持，马儿在比赛中超常发挥，轻轻松松就跑了第1名。他们相识于3年前的一天，只因为在羊群中多看了小羊一眼，再也没能忘掉她的容颜，从此就开始孤单思念。主人没办法，就把小羊送到了他的身边，日久生情，小羊也爱上了这个高富帅。和大多数小情侣一样，他们也是会吵架的。小羊只是偷偷溜出去吃了几口草，马儿就生气了，双方谁都不理谁。马儿面壁思过后，觉得自己管得太严了，主动低头认错。他们很快就和好如初。为了维持夫妻感情，他俩还准备明年要个孩子。跨物种的爱恋不仅仅是他们，下面这对也不一般。这只兔子爱上了一只狗，见面之前先要刷刷牙、捋顺胡子，梳妆完毕，开开心心去见自己的女神。一见面就要先来个深吻，看狗狗有点敷衍，兔子还会继续上前索吻，紧紧地依偎在狗子身边。狗狗走到哪，它就会跟到哪。兔子请狗狗吃绿色大餐，狗狗想了想，觉得拒绝不太好，翻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自己喜欢吃的草，只能敷衍地吃了几口。他们从天亮一直玩到天黑，即使下雨也不能阻挡他们约会，连睡觉都要在一起。兔子伸了个懒腰，就钻进了狗狗的被窝。狗窝比较小，为了不占用空间，等狗狗睡着后，兔子会主动来到外面睡觉。主人都觉得不可思议，说狗看到兔子一般都会咬，但他俩却相爱了，这种情况真的没见过。这天邻居家的狗狗路过这里，狗狗目不转睛地盯着看，兔子吃醋了，不停地打滚想要吸引注意力，但狗狗完全没在意，直接跑过去和狗子们玩了起来。兔子伤透了心，背过身去不忍直视，为什么好好的狗子说变心就变心？等狗狗们散去后，他突然想起了兔子，哎，老公跑哪去了？狗狗心急如焚，循着气味四处寻找，找了半天，终于在一个犄角旮旯里发现了兔子。狗子主动认错，轻轻抚摸了一下兔子，他们再次和好，又开心的玩耍在了一起。为了维持夫妻感情，他俩呢也准备明年要个孩子。这座老房子会出汗，粘稠的神秘液体不停地从天花板滴下来，流得满地都是。最近每个月都会流一次。大妈们看到却异常兴奋，像疯了一样蹲在地上，用长长的东西蘸着粘稠液体，吃得一脸享受，有的还趴在地上舔食。他们还会把液体收集起来，说这液体能包治百病。大叔喝了一口却一脸嫌弃，神秘液体越流越多，甚至连屋外也开始流。现在主要的流淌线路有3条，屋内2条，屋外1条。那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节目组找来专家，用热像仪测量，屋顶的温度竟然高达43度，哎，这就很反常了。接着来到屋顶一探究竟，可以看到有些液体都凝固了，屋顶的木板都被浸透了。看来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。专家把手伸到里面去抠到了一坨湿哒哒黏糊糊的东西，吓得他赶紧爬了下来。仔细一看，哎，这不就是蜂巢吗？里面都是满满的蜂蜜，那为啥没有看到蜜蜂呢？蜜蜂去哪里了？专家说啊，蜜蜂应该是去找新家了。由于最近大妈们在屋里上课，环境非常嘈杂，久而久之，蜂群不能安稳工作，最后不得已弃巢了。大妈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伤感，这么好吃的蜂蜜以后吃不到可咋办？刚解决完房子的问题，下面这家餐厅又发生了新的问题。深夜的餐厅里，14号桌的电铃一直响个不停，但14号桌并没有客人，而且桌子上也没有电铃。电铃半年前坏掉后就被店主丢了。诡异的现象已经持续了1年，最近还变得越来越离谱，从一天响1次变成了一天响无数次，甚至白天也会响铃。据店主回忆，半年前有个人经常来他家吃饭，就一直坐在14号桌。有一次和朋友发生了冲突，铃铛也是那次坏掉的，一直没有安装新的。从那次起，那人就没再来过。听说是出了车祸，也是从那时起，14号铃就开始一直响，连顾客都觉得不可思议。店主现在听了铃声就会起鸡皮疙瘩，难不成真的被什么东西缠上了？节目组找来电铃厂家售后，售后先检查了其他桌的电铃，都可以正常工作。售后说铃声系统没有任何问题，店主还是怕啊，又找来了电器方面的专家，把设备拆开，发现电路完整，没有断线的情况。专家研究了半天，也没有看出什么问题，但专家说出了一种假设：如果附近有使用同款电铃的商家，恰巧频率一样的话，别人家按响14号铃，可能会导致他家电铃也会跟着响。为了证实这个猜测，节目组走访了附近所有商家，终于找到了一个使用相同设备的商家，但这家并没有人按14号桌的电铃，他家还是响起了14号的铃声。没办法了，节目组又咨询了无线电方面的专家，专家说附近有几个大型的广播站，有可能是广播站干扰到了信号，但这也仅仅只是猜测。如果广播站有影响的话，这条街的店铺都应该出现这种现象才对啊，为什么偏偏只有他家受到了影响？诡异的铃声还在继续，直到最后专家也没能解开谜团。这边还没解决，下面这家餐厅又发生了怪事。来这家餐厅吃饭，要先吃一颗速效救心丸，不然很可能会被吓死，因为餐厅经常毫无征兆地发出爆炸声。刚刚还安静的餐厅突然就传来了爆炸声。
吓得大妈赶紧又吃了一颗救心丸。店主说每天都会爆炸好几次，已经持续了4个月，一直找不到原因。节目组架起摄像机，想要一探究竟。凌晨3点又传来了爆炸声，甚至还产生了火花，难道是短路引起的？专家看到录像后分析，如果是短路的话，那整个餐厅都会停电。很明显不是，既然爆炸产生了火花，那一定会有烧焦的地方。一番检查下来呢，并没有发现烧焦的痕迹。工作人员不放弃，反复观看录像，发现火花是在排风扇附近产生的。把摄像机放到内部拍摄，终于拍到了火花产生的整个过程，推测就是排风扇的问题。来到屋外就发现有一条电线已经没有绝缘皮了，刚准备用电笔测量是否有电，突然就产生了电火花。看着烧焦的电线，专家终于解释了一切，说当空气中湿度比较大时，2个断开的电线之间就会产生电火花，声音经过通风管道放大，听起来就好像爆炸一样。随后给断开的电线包上胶带，餐厅终于恢复了正常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大叔疯狂的用铁锤敲自己，一天要敲1万次，边敲还边笑，甚至脑袋也要敲敲，即使在店外都能听到敲打的声音。节目组惊呆了，这是一把货真价实的铁锤，难道不疼吗？大叔轻蔑一笑，说我都做了5年了，还说正是铁锤救了他的命，这又是为啥呢？他也不解释啊，反而变本加厉，疯狂的敲打肚子，都敲出了8块腹肌，胸口再来上几下，胳肢窝也不能少，说这是自己独特的按摩方式啊！不仅如此，说锤子疗法还能帮助减肥。工作人员尝试了一下，差点敲骨折。大叔最后在脸上敲了几下后，终于说出了这样做的真正原因。原来啊，当年他得了很严重的颈椎病，有天痛到无法忍受，偶然拿起铁锤敲打颈椎，没想到颈椎一下他就不疼了，从此就走上了敲打自己的道路。但当他脱掉上衣，脊椎都被他敲得通红，长了厚厚的老茧。他真的健康吗？节目组带他来医院，大叔还在医生面前展示了锤子疗法，医生看得一愣一愣的。一番检查下来，医生说他的颈椎问题仍然存在，建议大叔立即停止锤子疗法，不然很有可能得关节炎。听了医生的话，大叔回家就把铁锤换成了按摩仪。和大叔有相同爱好的还有下面打碎了，生活步入了正轨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她是吴亦凡最怕见到的女人，因为她最喜欢吃的就是牙签。只见她一根根往嘴里塞牙签，打牌的时候就当成零食吃。到了吃饭的时候，她先摆上了3盒牙签，一口米饭就着1根牙签，吃得津津有味。你以为米饭是主食，其实牙签才是她的主食。该说不说，这牙签能好吃吗？好吃，特别好吃，比柚子都香。
她每天都要吃3盒牙签，1盒牙签有500根，那么一天就要吃掉1800根牙签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丈夫也试图阻止她，但她根本不听，你说你的，我吃我的。现在大姐变得越来越离谱，这不吃着饭就把筷子给造了。大姐说筷子比牙签大，吃着有嚼劲，口感也好。丈夫看不下去了，给大姐切了点水果，没想到啊，大姐直接把水果放在了一边，对着托盘口水直流，直接让丈夫把托盘劈了给她吃。我感觉大姐就是被丈夫宠坏了，这玩意儿能吃吗？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再惯着她了。靠，当我没说。看来只要是木制品，大姐都想尝试一下。她边吃边发表看法，说托盘没有牙签好吃。那么她是什么时候爱上牙签的呢？原来大姐之前患有严重的胃溃疡，有一次当她意外吃掉牙签时，她的病竟然好了。从那以后，只要胃疼就会吃牙签，慢慢的就上瘾了，宁可不吃饭也要吃牙签。但是大姐的身体真的健康吗？胃肠啊，有什么胃镜啊都透了，没有关系。没有问题的，有问题我不让他吃了。大姐无时无刻都在吃，就连床头柜上都放满了她的零食，2盒牙签，一堆一次性筷子，躺在床上吃，逛街也吃。她甚至连扇子都想尝一尝。节目组还贴心的给大姐带来了一些木质碗筷，大姐也不客气，拿起来直接开灶。那味道如何呢？大姐说上面刷油漆了，不好吃。大姐又尝了一下竹帘，也不喜欢。她说竹子有酸味。目前来说最喜欢的就是杨木做的牙签，于是节目组又送给她好几盒杨木牙签。假如真的对身体没有任何伤害的话，开心快乐最重要。不得不说大姐的牙口真好，但是要说牙口好，下面这个男人表示不服。他拿起酒杯嘎嘣一口，直接咬下一块，接着嘎嘣嘎嘣的吃了起来。周围人的表情说明了玻璃碴子能好吃吗？这个嚼一口非常香。节目组检查了一下。那么他一天要吃多少玻璃碴子呢？2个啤酒杯。按照节目流程，他被疑惑行为大赏。大叔把鳄鱼当儿子养，每天给鳄鱼做足疗，偶尔还来个大保健。先把沐浴露涂满全身，然后用洗澡巾搓背，偶尔还会在洗澡水里加入料酒去腥。鳄鱼的皮肤非常厚，褶皱的地方很难清洗，主人累到不行，鳄鱼却一脸享受。大叔每天会带着鳄鱼在公园散步，已经成为公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为了让鳄鱼更吸引眼球，大叔还要给鳄鱼做美甲，精心打磨指甲后，然后挨个涂上指甲油，看起来美美的。完事后再来个亲亲，抱着鳄鱼就睡觉了。因为鳄鱼比较能吃，主人给它取名饿了么，说饿了么是自己捡到的，刚开始只是一个蛋，慢慢孵化出来。
经过精心照料，就变成了现在这个大体格子。还说饿了么从没咬过人，甚至很少发脾气，是一个可爱的乖宝宝。平时饿了么最喜欢的就是看球赛，连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。主人一手抱着蜥蜴，一手搂着鳄鱼，说他俩都是忠实的球迷，每次比赛都要看。当心仪的球队进球时，他们还有自己独特的庆祝方式，毫不犹豫地跃入水中，欢快地翻滚，展示着鳄鱼独特的庆祝动作。这段是我瞎编的。一群人来市场却不买菜，全都围着一只狗在看，这有啥好看的？一旁的大叔说他已经这样转了一上午了，大家都感觉很奇怪，他明明看起来非常疲惫，但依旧自顾自地旋转，好像上了发条一样，就算被行人撞到，被婴儿车撞到受伤，也不会停下来。在市场上问了一圈，终于找到了它主人，一问才知道这狗是偷偷跑出来的，主人也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，只要一把它放下，立马就开始旋转，好像有开关一样，碰到地面就启动，而且它根本不看路，每天都面临着危险。为了它的安全，主人只好把它关在家里，用绳子绑在了凳子上，但都无济于事，只有吃饭的时候，它才会稍微消停一会，吃完立马开始旋转。主人说这种情况是4个月前开始的，因为工作原因，把它单独关在了家里。有次回家就看到它在转圈，都不知道它转了多长时间，一开始也没太在意。有次转圈链子缠在了一起，它都快窒息了，还在自顾自地转，主人这才意识到不正常，医生对它进行了一系列检查，发现它颈椎出现了问题，导致脑压增加，因此患上了老年痴呆症。虽然通过吃药可以防止病情恶化，但现在最重要的是给它更多的陪伴，会慢慢好起来的。他每天偷偷给自己家的猫下药，就掺在猫咪爱吃的食物里，一天3顿下的药还不一样。之所以这么做，都是因为他家的猫太可恶，每当他一觉醒来，脸上就会出现伤口，手臂上也有抓伤。他确定不是自己抓的，自己指甲很短，根本抓不出来这种效果。他现在怕得很，在卧室偷偷装了监控，结果却让他更加迷惑。只见每当他入睡后，他家猫就像疯了一样撕咬他，还把屁股在他脸上蹭来蹭去。他下意识把猫推开，接着猫咪的行为更加诡异，在地上不停地抽搐。主人想不明白，为什么白天乖巧的猫咪晚上会对自己做这种事情，而且每次主人出门后，它的行为也很古怪，变得焦躁不安，愤怒地撕咬被子。这只猫到底怎么了？专家反复观看录像后，认为这猫应该是梦游了，很可能还做了噩梦，把主人当成了假想敌。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的话，说明和他小时候的痛苦经历有关。主人这才恍然大悟，说猫就是他捡来的。发现它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，医生建议先进行药物治疗，每天把药混合在猫粮里，慢慢缓解它的焦虑紧张，还要给它更多的陪伴，让它知道自己并不孤单。晚上主人又用上了安神香薰，甚至打开了专门给猫听的音乐，它听了一会就开始犯困。那它晚上还会咬人吗？只见半夜它径直来到主人旁边，徘徊片刻后，趴在主人旁边安静地睡了起来，一直到天亮，它都没再出现奇怪的行为。看起来小白已经慢慢康复了。